前一阵子打算给家里添置蓝染摄影灯，在挑选灯光的时候，总是会看到宾得网友自制 LED 灯的事迹。如果真如传闻中的物美价廉，那肯定值得一试。所以，本期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款灯是否真的如传闻般神奇。另外，也要和小伙伴们分享一下，到底应该如何挑选一盏合格的摄影灯。毕竟是自制的，外观方面就比较朴素了。打开包装，里面有一个灯的本体、一个控制盒、一根电源线和一根连接线。这款灯它采用了分体式的设计，参数显示和调节都在控制盒上。分体式设计的好处就在于灯头的重量可以大幅减轻，这样即使上轻便的灯架或者上比较大的附件，也不会对灯架造成太多的负担。另外，如果灯位比较高的情况下，一体式的灯在调节参数的时候就会比较费劲，而且像我这样的身高根本看不到显示屏，而分体式的设计相对来说就友好多了。灯的外观还是比较朴素的，不知道小伙伴们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设计呢？这款灯的功率为100瓦，亮度调节范围为10%到100%，按下亮度调节的按钮可以 BOSS 到150瓦的亮度，但是只能持续99秒。另外，关于噪音方面，距离10厘米左右是这个水平，1米开外正常说话大约是这个水平，对收音应该不会有影响。短暂的介绍完性能之后，我们直接切入正题。什么样的摄影灯才算是好的摄影灯？这里我给小伙伴们介绍一下关于灯光的几个参数。首先就是光照强度，表示一个光源的亮度。在对比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对比相同距离的亮度，比如距离光源1米时候的光照强度。第二个就是颜色性指数，又叫显色指数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以日光为标准来衡量光源对物体颜色的还原程度，得分越高越好，满分100分。通常会以这15种颜色 R1 到 R15 的得分平均值表示。一般厂商所标注的显色指数 RA 值，指的是 R1 到 R8 这8个颜色的平均值，而 R9 到 R15 这个区间的数值却基本不提，这就导致了什么问题呢？有的产品 RA 值非常漂亮，但是 R9 到 R15 的数值会比较低，特别是 R9、R13、R15 这3个颜色对肤色的还原非常重要，一旦这3个数值跟不上，就会造成人的肤色偏色问题。如果小伙伴们打算挑选灯光，可不能只看 RA 值，最好后面的数值也一起咨询一下。这里说一下，目前大多数 LED 灯均为蓝光 LED， 所以正蓝色的 R12 会比较低，不具备参考价值。第三个要说的是电视照明一致性指数。虽然目前 CRI 仍然是光源显色评价体系的主流，但是 CRI 是针对人眼来进行评估的，而 TLCI 则是针对相机来进行评估的，所以对于摄影以及影视用途的灯光， TLCI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。TLCI 的测试色块有24个，和我们平时使用的色卡一样，最终得分越高越好，满分100分。最后最重要的一个参数，色温偏离度 Δ-UV。 在色度学体系中，色温在 CIE 色度图中其实是一条曲线，也就是说这条线上的光都可以说是白光，只不过是暖白和冷白的区别，而 Δ-UV 指的就是光源偏离标准色温曲线的程度。在色温曲线上，这个点色温为6000K， 但是这个点也是6000K，这个点还是6000K， 而它们距离标准色温点的距离就是 Δ-UV， 往上偏绿为正值，往下偏平为负值， Δ-UV 越接近0越好。介绍完一些基本参数以后，我直接联系宾得网友要来了这款灯的检测报告。报告中可以看到这款灯的参数都非常的出色，尤其是 Δ-UV 只有 0.0006， 一般我能接受的范围在正负 0.001 以内，否则就会有明显的偏绿偏品的情况。我知道直接拿出一份报告，肯定会有人怀疑报告的真实性，所以我又找朋友借来了这台光谱仪，我们就来亲自测试一下这款灯的参数到底如何。作为对比，我会测试一些生活中常见的光源，看一下这些光源的质量到底如何。首先就是白炽灯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色温是比较暖的，只有2700多 K， 但是显色指数 RA 是非常高的，Δ-UV 也只有 0.00037，
光谱也是非常的顺滑。另外 R1 到 R15 得分都是99，几乎都是满的，可以说除了色温以外是非常理想的光源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日常家用的 LED 灯泡，我手里的这个是暖光的 LED， 色温为3000K 左右，显色指数 RA 比较低，只达到了82左右，达它 UV 为-0.00128。另外从 R1 到 R15 也是基本都在90以下，那像这样的一个灯是完全不能当做一个拍摄用的光源的。接下来是手边的这个斯丹德口袋灯，调整到 5500K 来测试一下，测得的色温为 5300K 左右，并不是很准，显色指数 RA 也达到了95以上， Delta UV 也是达到了 0.00008， 看起来是非常的不错，但是它的 R9 只有79， R13 和 R15 各为94和92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网友自制的摄影灯，可以看到它的色温是5700左右，显色指数 RA 也是达到了 96.9， Delta UV 为-0.00047， 完全在我可接受的范围之内。 R1 到 R8 也基本都在95以上， R9 也达到了93， R13 和 R15 也达到了98和97，这样的光质是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摄影灯来使用的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神牛 SR 60瓦，色温为 5600K， 相比之下更接近 5500K， 显色指数 RA 为 96.6， Delta UV 居然是-0.00215， 稍稍超出了范围。 R9、R13 和 R15 也都还不错，虽然测得的参数还不错，但是嘛，2倍的价钱，1半的亮度。刚才我看外面太阳还不错，就顺便跑出去测了一下太阳，可以看到太阳光的色温为 5400K 左右，接近 5500K， 显色指数达到了 99.2， Delta UV 为 0.00177， 光谱也基本都是满的。那看完以上的对比测试，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吧。这款灯除了朴素的外观之外，光的质量绝对算得上优秀。硬要再找什么缺点的话，可能就是最低亮度只有 10% 吧。300多块买一盏100瓦的摄影灯，这笔账应该都会算吧。最后，为了感谢小伙伴们对我的支持，如果有小伙伴想要体验一下这款灯的话，可以3连转发，并且留下弹幕或者评论，我会从评论或者弹幕中抽取一位粉丝小伙伴送出这盏灯。那以上就是和小伙伴们分享的这款 TP100摄影灯的测评，希望能够帮到有需要的小伙伴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，还请记得来个3连，这对我很大帮助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